哥布林往往是异世界冒险番里最低等的怪物，但就是这种低级怪却臭名昭著，因为他们会凌虐被掳来的女冒险者，让他们沦为生育工具。而女神官不仅眼睁睁看着同伴们凌辱，自己也差点惨遭毒手。好在哥布林杀手及时出现救了他。从那之后，女神官就一直跟着哥莎冒险，至今已经差不多1年了。她也获得了晋升资格。看到冒险者公会里热火朝天讨论的新人们，心中也是无比自豪。紧接着矿人和蜥蜴也相继到来。就在大家疑惑哥莎怎么还没来的时候，只听门口传来一声沉重的脚步声，哥莎堂堂登场。周围的新人听说他只杀哥布林，纷纷露出不屑的神情。哥莎也不在意，直到走到女神官他们身边，都这么久的老队友了，他们当然也知道哥莎肯定只接哥布林相关的委托。柜台小姐将新人挑剩下的委托递了过去，哥莎就想看新人们都接了什么任务，表示会按照这个顺序巡查一遍。又掏出一袋钱买了一些药水，因为不同的药水是用相同的瓶子装的。哥莎先给他们都做了记号，防止紧急需要的时候拿错。队友们各自拿了几瓶，当然就算是队友他们也分得很清，将自己那份钱给了哥莎。这时一个新人小姑娘好奇他们在做什么，蜥蜴就热心地为她解惑。哥莎也用波澜不惊的语气告诉她，千万要小心哥布林，先从驱除老鼠的任务开始接起吧。小姑娘还挺好学，虚心地接受了她的意见。而在小队收拾好后，也准备出发了。结果刚走出冒险者公会，女神官就被一个没礼貌的少年差点撞倒。那少年不仅不道歉，还倒打一耙，责怪他们走路太慢。大家也不跟小孩子一般见识，跟着哥莎杀了一天哥布林，大家都累坏了，个个狼狈不堪。神官更是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，所以就让哥莎一个人去交付任务。结果哥莎一开门，发现大厅里竟有个人形生物，以为是哥布林闯了进来，立刻抽刀小心靠近。等那人转过身来，才发现是白天遇到的少年。少年被杀气惊醒，看到面前卧倒的哥莎，吓得尖叫出声，把打瞌睡的柜台小姐给吵醒了。柜台小姐开始记录哥莎他们的任务情况。听到那些杀哥布林的方式，少年下意识也想记下来，刚掏出小本本就被哥莎开口阻止，因为笔记要是被哥布林抢走了会有大麻烦。少年意识到面前的男人就是传说中的哥布林杀手，请求他教自己杀哥布林。但是哥莎毫不犹豫地拒绝，并表示如果没有人教就不采取行动，就算教了也不会有什么改变。少年不服气的不再开口。柜台小姐也已经记录完了，将哥莎那份报酬拿给他，还讲述了那个少年的事。他刚注册成为冒险者没多久，似乎就想一个人歼灭哥布林，哥莎就让他跟着自己走。少年离开前还恭恭敬敬地跟柜台小姐道了声谢。哥莎将少年带回了牧场，牧牛妹热情地跑过来迎接他。得知是少年没钱住旅馆，就帮哥莎向舅舅请求让少年住下来。舅舅自然是不愿意的，哥莎便提出可以让少年住自己租的仓库，而自己会醒着看管他。这谁看了不说哥莎是个大好人，带陌生人回来住，为了防止出问题，就自己不睡觉看住陌生人。这下舅舅无话可说了，但是少年却不领情，对哥莎说话还是那副不情不愿的语气。哥莎也不是完全不睡觉，他在狩猎哥布林的时候练出了睁着一只眼睛也能睡着的本事，还告诉少年，如果想杀哥布林，至少要能做到这一点。少年不屑一顾，觉得根本没必要。第二天吃完早饭，哥莎就带少年去了工会，让他先接驱除老鼠的任务。少年还是坚持要杀哥布林，哥莎便不再劝说。回到队友身边，发现神官似乎受了委屈，原来是升级失败了。审查官怀疑他的贡献度不够，毕竟队友都是1级冒险者，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是跟着划水混经验的。可大家都知道神官的用处还是很大的，就建议他去跟低级冒险者组队，就当是徒弟出师了。神官正犹豫的时候，那个少年又冒了出来，而且一过来就出言嘲讽，就算是担任后卫，你这种畏畏缩缩怕东怕西的家伙哪儿可能升级呀？蜥蜴听不下去，站出来帮神官说话，其实也是在帮少年自己，毕竟他刚刚那番话可是惹了所有的神官呐。周围的冒险者看他的眼神已经非常不善了，但少年还是坚持说了下去，把气全撒在了哥莎身上，觉得这人凭什么不教自己杀哥布林，还让他去打老鼠。当即表示我这就去把哥布林全杀光。这番嚣张的表态吸引了一个高级女冒险者，她提让神官和少年组队去杀哥布林，这样不就一举两得了吗？最后他们还真采纳了这个意见，几人一起去了委托人那里。据说前几天一个小有名气的队伍接了委托后再也没回来，不确定除了哥布林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魔物，只知道数量很多，还偷了他们的工具。现在对上是神官，他就肩负起了了解情况的责任，问委托人怪物栖息的那个遗迹是个什么地方。委托人就把地图给了他们，
那里是一个陵墓，但墓穴口没有图腾之类的标记。神官又打听上一支队伍的配置，是白刺级和黑曜级混编组成的，有蜥蜴人战士、神官战士、魔法师和神官，似乎还有一个斥候还是侍妓什么的。其中神官战士和神官都是女性。根据这些信息，已经足够格杀他们推测情报了。那支小队大概全军覆没，只剩下2位女性了。他们会遭遇什么也可想而知。入口没有图腾的话，说明都是一些小喽啰，不过也可能会是陷阱，规模大概30只左右。格杀和蜥蜴讨论的时候，妖精和矿人就在一旁闲聊，这方面不是他们负责的。矿人还教育少年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定位。少年还是不以为意，反正能杀哥布林不就行了。这是神官喊他们集合，大家一起来到了委托人所说的墓穴。小时候格杀曾被姐姐交代过不能靠近这里，只听说里面是由通道和墓室构成的。而神官只要一想到那2位女性的遭遇，就有些急躁，想赶紧进去救他们。被蜥蜴提醒，欲速则不达。神官平复了一下呼吸，开始作为Lida安排人员。6个人刚好分成3列各2人，发生紧急情况变换队列也很方便。进去之前也不忘先消除身上的气味。率先出现的5只哥布林看上去已经饱餐一顿了，地上只剩下了骨头。格杀一支飞刀就直接解决了第1只，紧接着妖精射箭解决第2只，第3只超级武器就向妖精冲去，被挡在前面的格杀硬生生砸死。少年也挥起魔杖准备释放魔法，就被神官阻止，现在还不行，让妖精把门关上。动作极为敏捷的妖精转瞬间竟将几扇门尽数堵上，第4只和第5只也被蜥蜴出手杀死。这样一来，大厅的5只就全都解决了，剩下在一个一个房间的处理就行。少年不解，难道不应该赶紧解救被抓的人吗？神官没有回答，而是去查看了那些门，发现其中一扇门露出一截绳子。这年头连哥布林都会设陷阱了吗？不过看这个陷阱上面应该没挂太重的东西，而且被他们给发现了。当然也可以走其他路，一切看神官怎么决定。神官开始思索到底要不要去开门，少年却已经忍不下去了，他直接撞开他，伸手就要去开门。此时神官也做出了决定，不能开，绝对不能开。可他要说什么才能阻止少年呢？神官下意识的想依靠格杀，什么都没说就已经完了。少年拉开门，里面掉出来的是鲜血淋漓的碎肉，吓得他尖叫一声瘫倒在地，而这声尖叫也成为提醒哥布林的警报。就在这时，又一声尖叫从不远处传来，少年不顾其他人阻拦，立刻循着声音冲进了一个房间，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女孩被绑在椅子上，手上插满了钉子，一旁的哥布林拿着锤子正盯着他，露出不怀好意的表情。少年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，放出一记火球将那只哥布林烧了个外焦里嫩，然后就给女孩松绑。然而下一秒，女孩身后就又出现了一只巨人，一棒就将少年拍飞。紧接着一群哥布林走了出来，少年终于意识到这是陷阱了，大声提醒队友们别过来，但他们已经来了。一把斧头和一支箭同时飞了过来，各自射中一只哥布林。蜥蜴和哥杀赶紧冲下来，有一人解决了一只，20只哥布林转瞬间剩下了16只。少年则趁机跑到女孩身边，来不及松绑了，矿人连带椅子一起扛起来，可里面跑出了更多的哥布林。大家都在等待神官进一步指示，最终他和哥杀对视一眼，决定使用圣光。哥杀一个人进去和巨人对战，圣光带来的耀眼光芒干扰了哥布林的视线，神官、妖精和矿人趁机带2个伤员撤退，没有队友束手束脚，哥杀直接在巨人身上点火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有半数哥布林也被卷入了火势之中。等他将面前那只落单的杀掉，就是还剩15只。很快他与妖精会合，又解决了2只，其他人则来到一个暂时安全的房间。少年干啥啥不行，甩锅第1名。神官喝了补充魔力的药水，巨人也追着哥杀和妖精过来了。那巨人的生命力太顽强了，哥杀问神官还能不能再用一次圣光，虽然有些勉强，但神光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。等巨人进来时释放圣光，矿人同时放水，雨水浇灭了巨人身上的火焰。哥杀又在他身上扔了一袋粉末，就见巨人的身体开始冰冻。原来刚刚那个药粉能吸收水和巨人的体热，竟然让他急速冷却。行动受刑的巨人再也嚣张不起来了。蜥蜴和哥杀双双冲过去，蜥蜴率先砍去巨人的一条手臂，下一秒哥杀从天而降，挥刀劈下来，巨人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，剩下的小哥布林更是不足畏惧，哥杀杀他们跟玩一样。这一场战斗终于还是他们的大获全胜，而且还救出了上支队伍的女事迹。大家一起举办了庆功宴，安慰少年和神官不用太沮丧。他们俩一个第一次出任务，一个第一次当队长，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吃饱喝足后，神官和妖精了解那个女事迹，她的治疗已经结束了，听说打算先好好静养，再为今后做打算。
妖精感慨，反正只要活着就有机会嘛。没想到少年竟然出口反驳，说那人肯定会被瞧不起，因为他姐姐就是那样子的。大家都笑他输给了哥布林，而少年的姐姐就是被哥布林的短毒箭刺死的。听到这里，神官终于意识到自己看少年时的一丝熟悉感究竟是从哪来的了。他和他姐姐长得很像，他的姐姐就是神官第一次组队时的队友。格莎自然也想了起来，独自一人走到小巷子里，摘下头盔，质问自己：你以为自己做到了什么，完成了什么吗？不还是没能救下那些人，